漂亮到死嘛！对呀，他就是来讲成功故事的啊。不是，你们也知道我曾经有一个绰号叫做美容大王。所以我就看到那些越夸张的广告，然后越骗女性的广告，我就越想买回来做实验，看看它是不是真的。那它如果真的有效的话，我就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如果没效的话，我也会在书中或节目中告诉大家不要受骗啊。所以10项里面大概有9项都是骗人的吧？对。请问你刚刚出场前，徐熙娣有用到“肥”这些字眼？是。你在后面听到有火大吗？有火大啊！你有火大？有啊，那是节目效果而已啊，不是因为……你干嘛怂啊你？因为我生了小孩之后，真的胖了很多，都瘦不下来啊。你现在瘦啦？那是我会穿，没有，你真的瘦了，真的。姐真的，你真的怎么那么不信呢？请息怒，姐请息怒，今天就算了啦。女人之间的对话。然后除了肥之外，你还说毛的事情。这个事情我要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我是因为很爱我妹妹，所以我才会买那么多的除毛器。怎么干我什么事？因为她呢有一阵子呢就不知道发了什么疯，她就是看到我们姐妹们陆陆续续生小孩，然后有的姐妹生完小孩之后会脱发脱得很严重，她就看到其中一个姐妹呢头发本来是都掉的稀稀疏疏的，结果她去了那家增发中心之后，她不但头发变浓了，眉毛也变得非常的浓，然后她就还要很浓的眉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看起来有精神嘛。我有一次看到他，我就很惊讶，我说你是孙悟空啊，根本都看不见脸了。怪不得刚才我看到一些除毛商品的时候，你都不接话，原来是为你买的。那5个人刚才有提到一件事，就是你很懒。对，我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就是不需要疯狂的去运动、流汗。就可以真的得到肌肉的一种方法。你就瘦就好了，不用为什么要肌肉呢？就是有点紧实才好看啊。OK。所以我就买很多那些电疗的，因为你们知道李小龙他肌肉那么大，其实他也是靠电疗来垫他的肌肉。他运动量很大。对，他运动量也很大，可是他还是要靠电疗来垫肌肉啊。对，可是没有人不运动只靠电疗的啊。所以我就试试看嘛。你会调到最强吗？哦。我有一次买到一个美国的，你知道吗？它可以0到99，0到99，距离很宽呢。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很瘦，那是要判决以后处刑用的东西。对，几乎就是电了之后，然后我就把它贴在肚子上，它会这样滋一下，然后停一下，滋一下停一下，然后我整个人就会这样，停一下，这样一下。你是直接调到99，直接调到99，就哔哔哔哔哔哔哔这样一直按，然后我就推荐给我身边的化妆师、发型师什么的，男生女生都去买了，然后他们就隔天就说，每个人都说就说肚子腹肌好酸，然后我说你们都调到几啊？他说我调到20，就是好酸好有效，然后那个男说哈我只调到16。我说你们也太弱了吧！对啊，怎么那么弱？他们说你调到几？我说我调到99。他说你怎么还活着啊？有没有冒烟呢？你？我觉得99应该可以把人救活救活或弄死都有可能啊，电击。所以请问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讲的有些商品原来号称900多块钱，后来卖给你的时候变成200多块钱？其实我买东西我都是看它那个东西吸不吸引我。价钱我根本没在看呐、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就是对数字啊是没有缘分的。我觉得姐姐比你会讲话好多哦。是真的。你真的差很多。那你跟他搭档主持啊？那我们俩来访问你。你怎么会对数字这么？好了，我曾经遇过一个那个就是学佛的老师，我就问他说：“老师，我为什么那个数字他们都不理我？我跟他们也不熟。”他说：“这就是你的福气。”他说：“因为如果你每天斤斤计较的话，那你每天都活在数字里，就像小王子的那个故事里面数字星球的那个人。”他说：“你拍这个戏赚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哎。”他说：“你看，这就是你的福气啊！你生活有吃有喝，过得那么好。”我觉得是制作人的福气，就是你都不知道你酬劳，他直接就分给你一点就好了。然后我们刚才对购物车有一个疑惑，没有在照顾家里的生活
有啊，吃的呢？哎呦，那些就是去现场要带小朋友去认识食物，所以蔬菜水果对啊，什么那个学校的功课啊。OK， 然后也没有替先生买任何东西。他先生自己很会买，我先生很会买，男生的保养品，我会把我用过最好的保养品给他用。所以听起来他应该也在家里遭受99度电击吧？是不是？他不敢，就是他连按到2他就已经受不了了。然后他有阻止你说太太不要这样吗？没有，他就是很习惯。一开始会觉得我有一点疯狂，对，也会有一点逗趣。可是现在他就已经可以冷漠的看着我做这些事。因为我姐都完全不运动，然后净买这些东西，然后她老公就想说，我也在做瑜伽，好不好？后来开始做瑜伽，然后老公就想说，老婆你要不要去动一动啊？然后最后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发现那边放了一台超大的那个跑步机，然后因为我很怕小孩在上面会危险，所以我就把插头拔掉。我觉得他先生娶她的时候已经知道没有办法违逆这个人的意志吧？对对。你有听过劝他说不要再这样，你就真的不再这样吗？目前我真的想不出来任何一件事情哎。通常都是他把他惹毛，就比如说他们俩一起吃饭，然后就吃的好好的，她老公就会说：“老婆你还吃啊？”然后他就会说：“吃了。”反正我就是肥。徐亚军啊，每次看到我妹回家啊，都会说：“哎，我怎么才不在你身边几天你就变那么肥啊？”太爆料吧你！你们两个今天要这样互爆？相伤害吗？谁叫你要爆？好啦，姐，我们不要这样，爱你爱你。你先生有叫过你肥？他只是说，因为我现在会来北京工作，那来你先生有叫过你肥？没有，他可能是那种可爱的你小飞傻瓜，没有。因为我现在来北京工作，可是北京的食物就是真的很好吃，我就喜欢吃那什么。哪一个先生叫他肥？没有。我们欢迎大 S， 请徐熙媛就座，欢迎你。这什么烂节目啊！危言耸听。好，所以你今天你姐来呢，当然我们觉得蓬荜生辉，可是她怎么会这么愿意把账单上这些就是她奋斗历程的东西亮出来啊？他一向都是很是愿意。你害她吗？没有，他一向都是很乐于分享的。像他对啊之前出了2本那个美容大王大卖座，比你对那个说话之道还卖。没有。华人世上最卖座的2本书就是《美容大王说话之道1》1跟说话之道2。美容大王1跟2。美容大王当时真的非常厉害。对，然后我以为你姐姐就已经放过这件事了，没有她，还要自己用人体实验做这件事。他对于实验还是非常的热衷。对，所以万一吃坏了或者上当了，上当了就比较常有，就是根本没效。对，但吃坏的比较少，因为现在那个食品安全啊等等的把关都比较严格。所以你姐坐月子跟你坐月子风格相同吗？我是非常遵照那个坐月子的那个指示，就是几天不洗澡，几天不洗头，我就完全遵照她的意思。她就会觉得说可能要抱宝宝啊，身体发臭啊什么的，她就会提前先洗了。哦，OK。新的小孩出来以后，你有自己反省、检查你的内心，说我有没有偏好哪一个小孩？没有，因为我第2胎不是就差点死了吗？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根本就已经过了好几天啦，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坐月子，然后我就赶快回家，因为对我来讲，就捡回一命就好了，还管他坐什么月子 ？OK。所以你看要问他的是有没有反省自己偏爱哪一胎，是不是？有没有偏爱哪个小孩？所以你有这2个小孩有哪一个比较得你的欢心吗？不能说得我的欢心，应该说因为